你記住三生萬物，逢七必變個。即係點啊？即係話好多嘢都有隻七字個，七七49，啲龍翁72變，做七透七，仲有三溫七拍，人有七個孔。係喎，一個星期有7日，結婚嘅7年之癢，七情六欲。個個都咁中意呢個七，咁究竟呢個七有咩奧秘呢？三生萬物，逢七必變係咩意思呢？先講下三生萬物呢4個字係出自《道德經》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啊嘛。嗱，呢個二指嘅就係陰陽，咁三指嘅就係陰陽合和嘅產生。言下之意，即係話所有事情嘅發生，唔係單單只有正反兩面，仲有正反邪第三個方面。而三生萬物正正係陰陽嘅變化，所以有咗萬物嘅生長。咁平時好多事情都同個三有關嘅，例如話《三國演義》裏面嘅三顧茅廬唔係四顧茅廬，譬如話結婚嘅三拜高堂唔係四拜高堂，係咪？仲有三思而後行等等嘅例子，可以睇得出其實呢個三係好重要嘅，係包含咗世間嘅萬物，預言咗千變萬化。咁至於逢七必變又點解呢？六六大順呢個講法，平時我哋經常聽到、經常講嘅。咁現代人對於六可以話係有好執着嘅追求，咁梗係啦。六雙雙對對有三對啊嘛，六代表嘅就係順啦。喺《易經》裏面就有提到啦，萬事萬物都經歷6個階段，此之為圓滿。咁七呢個出現就意味住發生咗變故咯。逢七必變唔單單只係數字7咁簡單，背後仲代表咗人類對呢個變故嘅恐懼。你睇翻朝代嘅興衰、事物嘅發生，又或者係人類嘅新陳代謝，都逃唔過逢七必變呢個定律。一齊嚟睇下呢個七字有幾咁神奇咯。第一個例子喺西方神話傳說裏面，上帝創造人間花費咗6日時間，喺第7日係休息嘅。就好似單休嘅朋友仔係咪上6日班，第7日就要休息啦。咁傳說中女媧創世先做6畜，喺第7日就創造咗人類啦，所以就有咗大年初7人日、人人生日呢個講法。你回顧翻歷史，周漢唐明4個年代，逢七就會達到一個登峰造極之境。史學家發現，每隔700年，華夏民族就會出現一次新嘅轉機，迎來盛世之治。又例如話牛郎織女嘅愛情故事，會喺每年嘅七夕相會，咁後嚟7月初7就發展成為中國嘅情人節啦。仲有早期同大家講嘅喺封建社會休妻嘅7出之條，仲記唔記得呢？分別係不孝順父母、無子、淫、盜、有惡疾、口多言同埋盜竊呢7個理由。仲有古時候嘅女子遵循嘅3從4德，咁3同4加起身，剛剛就係7呢個數字啦。咁對應翻喺生活上都逃唔過逢七必變呢個定律。譬如話7日為一個周期，咁一旦某隻股連跌或者係連漲7日嘅話，咁就會發生變化啦。好多人就會睇準呢個規律嚟賺到自己人生嘅第一桶金。再舉多個例子，呢個7似乎同生死有關嘅。正話都講咗，咁女媧喺第7日做人啊嘛，所以大年初7係人嘅生日啦。咁喺民間嘅風俗裏面，認為呢個7係同喪葬有關，話人過咗身之後，靈魂就會喺民間漂泊7日嘅，到咗第7日先至轉世，咁所以喺第7日就會為死者做7啦。按照7日為一個周期嚟計算，從頭7開始。呢個頭7嘅7指嘅就係第一手嘅意思。咁按照頭7開始，一直到7749日。意味住一段生命嘅結束，同時亦都意味住一段生命嘅開始。咁喺佛教裏面，亦都有救人一命勝造7級浮屠嘅講法。傳說中佛祖釋迦牟尼喺菩提樹下經過7749日先至覺悟嘅。唔單止中國廣泛應用呢個7，就連西方都好慣用到。咁西方文化裏面就有7重天呢個講法啦，話人瓜咗之後就會上天堂嘅。但係就會按照人嘅本性人嘅善惡同埋信仰嚟分7個等級，仲有7宗罪、7美德等等嘅講法。喺西方文化裏面，7係象徵住神聖同埋吉祥嘅寓意。咁佢哋係好中意7呢個數字，相當於我哋咁中意8一樣。咁你睇翻呢個7字，普通話讀黐，粵語讀7。7係數詞6加1嘅總和。咁平時如果寫一啲單據或者鈔票上面嘅大寫，就會用呢一個7啦。
嗱，粵語裏面都好慣講七嘅，譬如話七國咁亂，即係話非常亂；七個一皮，即係話好混亂、好忙碌咁解。咁前七即係指老爺車啊，一眼關七，即係話可以照顧到多方面嘅情況啦。咁食七咁食，即係形容佢狼吞虎咽啊。咁你又知唔知道嗱？老廣講嘅依撈七係點解呢？咁喺呢啲例子、呢啲典故習俗當中，就可以睇得出嗱，古人對呢個七係情有獨鍾嘅。喺古人嘅觀念裏面，七就係代表完美、吉祥、財富、好運、夫妻和諧等等美好嘅寓意。但係咁多個例子，你覺得係巧合啊，定係冥冥中天意呢？三生萬物逢七必變呢一個規律，你覺得有冇道理呢？吓？其實係冇更加有力嘅依據去支撐嘅，但係既然存在得，就有佢存在嘅價值同埋意義啦。呢一種思想係代表咗古時候嘅人對於一啲未知嘅嘢嘅寄託，因為未知而恐懼而驚慌，所以就出現咗三生萬物逢七必變呢一個規律啦。咁，與其你話呢句說話係神奇，倒不如話佢喺度警醒緊我哋。人當面對順境嘅時候，就要識得居安思危啦，堅持提升自己嘅能力。就算發生變故嘅時候，自己都可以從容面對一切，向好嘅方面發展。嗱，呢一個先至係逢七必變帶俾我哋重要嘅意義。咁你又點睇逢七必變呢一個思想呢？你覺得真定假嘅呢？喺生活上有邊啲同七相關嘅例子啊、習俗啊同埋典故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